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迷你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拥有这些耳相的人贵不可言，一生无忧。一个人这辈子到底有没有福气，可以简单的从耳朵看出来。因为耳朵不仅可以看出你年幼时的家庭环境、性格的好坏，还有从小受到教育的程度，更能预测一个人将来的运势，以及在事业上能否取得成功，是否获得功名，享受到荣华富贵。那么啥样的耳朵能够给人带来福气？哪些耳相的人一生无福呢？和小酱汁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8种贵耳，一生有福。厚耳。耳朵的厚薄代表一个人身体的健康程度，并且若是耳廓端正匀称的话，则头脑比较聪明，做事有条理，属于聪明长寿之人。若是耳垂过于肥满的人，则表示心脑血管方面可能会存在着隐患，应该加强身体锻炼，饮食多以清淡素食为主。耳高于眉。从面部正前面看，耳朵比眉毛高，代表头脑聪明，事业有成，重视精神层面的生活，感情也会比较丰富。智力高的同时，也不会瞧不起他人，能够与人融洽相处，是大家所说的那种好相处的类型，并且看人做事都很有眼光，贵人运好，能够积累丰厚的财富和人脉。耳朵贴面。耳朵贴面是指一双耳朵与面部几乎没有距离，从正面看去几乎看不见耳朵，仿若耳朵收在脑后似的。古书上有对面不见耳，主大好之说，说的就是贴面的耳相一般思虑甚密，行事果断，能够成为某一行业的带头人。生有这样耳相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有着非常强的管理和经营能力，善于投资，做生意会赚大钱。同样，这样的人常常在晚年也能够收获较为丰厚的财富，一生财运无衰败之时。耳有垂珠。耳有垂珠是好福气、好运气的表现，也是财富的象征。通常一个人的耳珠越大，越下垂，则表示财运越旺盛，生活较为富足，不会有缺钱花的情况。耳珠也为贵人运，通常耳有垂珠的人心地也比较善良，能够因为自己的热心肠而获得多数人的赞许和喜爱，进而给自己带来不错的贵人运。要注意，耳珠要饱满，不外翘，整体和谐。耳门宽阔。所谓的耳门指的是耳朵里面的洞眼，耳门的宽度通常代表一个人的气度和伶俐度。在面相学中有耳门宽阔、聪明豁达一说，也就是说，耳门宽阔的人心胸宽广，为人豁达开朗，精力充沛旺盛，是典型的福相，难得的好命。他们头脑灵活、冷静，而且具有智慧，反应敏捷，无论自己遇到多大的困难，都可以做到冷静面对、清晰判断和处理，最终拿出好的方案，把事情做好。而且他们一生福泽深厚，身边常有贵人相助，在事业上比较成功。耳朵稍长。耳朵长得比一般人要长一些的人，通常都是有福气又能长寿的。这种耳相的人聪明能干，很有智慧，反应也快。他们一生财运好，能力强，脑子活络，会赚钱，外加财运又好，所以不管他们在哪个行业，从事什么样的工作，都会有一份稳定并且不低的收入。有这种耳相的人，说话做事都很有分寸，讲方法，懂策略，而且在教育孩子方面很有一套。通常他们教育出来的小孩都很懂事，学业有成，事业成功，他们自然也能跟着子女享享清福，晚年生活过得幸福美满。耳垂朝口。面有四毒，耳为江毒，口为海毒。假如一个人耳垂朝口，是为江海相通，主其人才能过人，且口为实路，耳垂则为福禄，是一个人福禄绵长，犹如江海的象征，故此也主其人大多财运很好，声誉很广。耳白于面。大家都知道耳朵属于金星，它的发达程度自然可以从其颜色加以分辨，因为金的颜色就是白。如果这个人的耳朵与面色相比较，远远比脸面更显露出白，说明其人耳朵发育良好，耳朵已经开运了。其人的聪明程度可能是天生的。何以如此说？因为耳主少运早运，很多年少成名的人大多是耳白过面，既然成名时间很早，四海闻名自然是可能的。7种无福耳相。薄耳朵。耳朵肉薄是不聚财的耳相，
这种人缺乏自信，会因小事耿耿于怀，容易有神经过敏的倾向，所以导致失眠、食欲不振等病症。这种耳相的人缺乏赚钱的能力，往往没有太多的积蓄。如果一个人耳朵轮廓清晰漂亮，但是耳朵肉薄，那么这种人通常赚钱容易，花钱也容易，无法存钱。这类人可能在文化艺术上有很高的造诣，但是比较难守财。2. 无耳垂。没有耳垂的人想象力丰富，爱幻想，做事情缺少计划，有点不切实际，但是颇有人情味，是个性情中人。如果是锐角三角形般的耳垂，这种耳相往往与金钱没有缘分。如果整个耳朵长得小而薄又无耳垂的人，这也是不聚财的耳相。这种破财很有可能是在浪费或者失败下造成的，所以没耳垂的人赚钱不是一件易事。这类面相的人应该多多培养自己的理财观念，提高理财能力，才能聚财。3. 小耳朵。小耳朵的人是个急性子，容易感情用事，并且感情细腻，意志不够坚定，个性冲动，心直口快，属于感性情人。小耳朵的人比较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、评价，判断力差，很容易被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的想法。小耳朵的人理财意识较差，用钱无计划，难有积蓄，所以不太适合经商做生意。4. 轮飞扩反，性格叛逆。耳朵的轮廓向外突出，被称作是轮飞扩反。有此耳相的人从小就性格叛逆，跟父母的关系不是很好，因为他们不喜欢念书，容易惹是生非，给家人招惹许多麻烦，让家人很苦恼，有时连把他赶出家门的劲都有了。这种面相的人一生财运不是太好，贵人运几乎没有。他们要想获取成功，赢得功名利禄，就得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，付出的辛劳呀，要比别人多好几倍。不过这种人很勇敢，不怕吃苦，具有拼搏精神。如果能够坚持长时间的奋斗努力，也可以为自己打出一片天来。5. 招风耳。招风耳的人性格外向开朗，热情大方，喜欢热闹，也喜欢广交好友，为人仗义，侠肝义胆。他们一生的财运不是很好，很难聚财，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，根本不把赚钱当回事儿，也不在乎自己是否有钱。这种面相特征的人好奇心比较强，凡事都会打破砂锅问到底，弄个究竟。其实还真的不是因为勤奋好学，而是因为他们喜欢八卦，更喜欢看热闹。招风耳的人一生没有太多福气，年轻的时候日子就过得比较辛苦，因为财运不济，又没有得力贵人相助，凡事都得靠自己去争取，去努力才可以获得。6. 耳低于眼。如果耳朵的位置过于低下的话，其人性格骄傲、任性，智商不高，学习能力差，也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，没有什么贵人运可言，容易沉溺于物欲和性欲的世界，缺乏理想和进取心。在他们看来，工作就是为了获取钱财，追求温饱或者物质享受，因此事业没有任何的成就，属于平平凡凡的人。此外，耳通肾，耳低肾，易低，其人亦有坐骨神经痛之病。7. 耳朵颜色灰黑。在面相中，耳朵颜色以白色为佳，耳朵白润代表记性好，肾气足，有名气，代表一生顺利，有贵气，有崇高的地位，一生财富不劳自来。耳朵昏暗呈黑色，代表其人身体弱，肾气不足，做事儿往往劳而功少，虽然为人勤快，然而成就往往与付出不成正比，为一生劳碌之命。小酱汁最后提醒大家，耳朵需要好好保护，因为它关系着你的运势。假如不留意，随便在自己耳朵上扎眼穿环，或者长时间高分贝过度用耳，那么损害的不仅仅是你的耳朵，很有可能伤害了3风水。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手相有此特征的人一生好命又有钱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虽然很多人不相信，认为自己的命运把握在自己的手里，但其实你的命运确实把握在你的手里，不过是在你的手相里。因为你的手相暗藏了天机，有着预示着你命运吉凶、富贵贫贱的信息，所以你是否富贵与你的手相也是相关的呢？那么在手相中，哪些特征属于好命有钱的手相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掌纹深刻且清晰。
手相的纹路通常能够表现出一个人的天资、性格、事业财运、走势和个人命运发展。手掌纹路多，代表的符号和信息也多。掌纹杂多混乱，预示此人一生运势多变动奔波。掌纹清晰的人大多精明，做事有章法，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规划。如果掌纹纹路深刻且清晰，通常有比较理想的财运，事业发展得很顺利，能够取得很不错的成就。2. 手财纹深长，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有一条平行于感情线的纹，就是手财纹。此纹最易判断人一生的财富多少，能够发财或者守财。手财纹长代表入财多，守的财也多；手财纹短则代表入财少或者不易守财。手财纹深长的人通常是有很好的理财能力，会挣钱也会守钱，知道如何管理钱财，也是富贵的手相之一。3. 手如干将，家道必昌。手如干将主要是说手的握力，因为干将的阳气最重，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。如果肝功能旺盛，那么这样的人一般具有强盛的生命力。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做事能力强，具有勇气、谋略，敢闯敢拼，富有冒险精神，敢为天下先，有不畏艰难的韧性。这样的人一定能够事业成功，取得非凡成就。4. 手掌肉厚，柔软有弹性。以掌面为中心，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、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位置，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、后天成就、父母子女、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。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，元气充盈，身体康健。受主阴主腹，手掌厚而富弹性，肤光滑柔软，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，福泽深厚，福禄天成。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，一生财运顺利，免于奔波操劳，晚年安逸。5. 多财富纹，在大拇指第2节纹与掌纹交界所形成的交叉纹，或一些斜纹形成的三角纹、菱形纹、钻石纹或者类钻石纹，可通称为财富纹。财富纹以见方格纹和菱形纹为最佳，不论横纹或者直纹，纹越多表示钱财积累越多，代表此人一生命中有发大财的潜力，而且这种人都很懂理财，能靠自己的勤奋积累丰厚的财富。6. 财运线深且清晰。财运线又名水星线，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，是一条表示个人金钱运的重要线。财运线最好是如针一般的挺直，且没有其他的障碍线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财运线有几条，而且纹路非常的深且清晰，这样的人大多可能会财运亨通，财运顺利，身边也会多几个贵人相助，容易会大富大贵。7. 掌心凹陷，能聚财积福。如果把手掌比作聚宝盆，那么掌心就是聚宝盆的盆底。掌心的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积累程度。掌心凹陷的人能够聚财聚福，有这种手相的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，是最容易发达的。年少家底丰厚，自己的理财能力很强，年轻时有顺利稳定的事业财运，能积累下丰厚的财富，晚年幸福安逸。8. 多财帛纹。财帛纹也称为钱财纹，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方的短小斜线。财帛纹寓意着金钱财物，这些纹线能体现一个人的福禄财运运势。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，代表着此人财运旺盛，能够享荣华富贵。有这种手相的人通过偏财获得丰厚的财富收入，生财有道。9. 五指长短有序，中指稍长。从手相学来看，五指代表着一个人的父母、成就、配偶和子女。五指修长，长短有序，间隙合一的人，各方面各有所得，福泽绵长。有此手相的人天资聪颖，少时能得家人庇佑，衣食丰足，青年夫妻恩爱，子女缘深厚，一生运势平稳。其中中指稍长的人，说明此人善于算计，做事情缜密有条理，能挣钱理财，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，对自己的要求严格，也很容易大富大贵。10. 食指有三约纹。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，叫做指节纹。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，叫做三约纹。
这种人一生不缺钱财，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。如果是女性的话，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，受夫家福荫，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，衣食丰足。男性的话也能够取得有钱娇妻，总而言之是大富大贵的首相之一。11. 太阳丘丰满高隆。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、才能和生命等等。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，颜色明润，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理财能力，在青年时期就能够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。另外，有这种手相的人大多性情温和、正派乐观，个性明朗，有较高的素养，通常有很好的人缘，晚年能得比较高的社会声誉和地位，衣食丰足，家庭幸福美满，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。12. 木星丘饱满。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，代表人的意志、欲望、地位和权力等等，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，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。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，大多热衷名利，自负骄傲，充满雄心斗志，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，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，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，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。若为女性，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。以上有此首相特征的人，一生好命又有钱，真的是令人羡慕。而在现实生活中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好的运气。那么在手相中，什么特征影响了自己的财运呢？接着往下看。1. 指缝过宽。在相学中，手是长财聚财的地方，若是一个人的手指缝比较的宽，则这样的人多半花钱总是大手大脚，也聚不住财，从而导致自己钱财流失。缝隙越大，则这样的人破财的现象也会越大，属于典型的破财相，赚不了大钱，日子也会过得非常的艰难，花钱大手大脚，把钱财都给败坏光了。2. 食指弯曲。一般长时间工作的人会导致食指弯曲，多半干的都是苦力活，需要常见用手劳动。如果一个人食指是紧贴着中指，则说明这个人的守财能力很好。相反的，食指向外弯曲，则是破财的特征，说明这个人只能是任劳任怨的工作，注定要过穷苦的日子。3. 漏财纹。看漏财纹的区域主要是在食指与中指的连接处，如果下面有掌纹直达这里，一直到两指的间隙之处，这就是手相书中所说的漏财纹。大体有3种情况，一种是从事业线上直接而来的，另一种是从感情线上过来的，还有就是单独产生的。漏财纹已经明确地告诉了你是一个藏不住钱的人，不能聚财。4. 生命线断断续续。生命线断断续续的人，在金钱上容易跟人纠缠不清，与人相处会出现问题，建议用一些吊坠来增强人际和谐，不然可能会有破财消灾的事情发生。现实生活中没有自信，处事态度不够端正，体力不好，生命力不强，有贵人相助，但是本身运势很弱，生活单调无奇，没有生活情趣可言，耐心不足，自卑消极，中年起身体逐渐出现问题，会花费一大笔钱在于健康上面，生殖能力弱，子嗣较少。影响财运的手相有很多，以上只是列举了其中几个，跟大家做一个介绍而已。小酱汁自己就有其中的一个手相，但愿大家就不要再有了。森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这8种面相的男人，一有钱就会变坏。俗话说，没钱的时候世界掌控男人，有钱的时候男人掌控世界。男人没有钱的时候人微言轻，事事都得听从别人的安排，很是压抑。可一旦有钱了，也就有了变坏的资本，自己原有的需求也就凸显出来了。那么哪些男人有钱就容易变坏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8种面相的男人有钱就变坏。1. 脸型偏长，嘴唇厚的男人。如果一个男人脸型长得比较长，再加上嘴唇较厚的话，这种男人一般性格非常的开朗，语言能力特别强，非常的善于表达，在异性面前也很会说话，
也很会甜言蜜语逗女生开心，所以在男女关系中非常的受女性喜欢，甚至还会有异性主动投怀送抱。但是这种男人对待感情很难专一，特别是在有钱以后，会经常的看不起人，为了利益可以翻脸不认人，与女生交往大多抱有目的性。2. 眼神不端正的男人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最能反映出一个人内心的真实世界，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意志力强弱。眼神端正的人一般为人比较正直，个人能力非常强，运势比较的顺畅。而如果一个男人眼神不端正或者斜视的话，这种男人一般比较的好色和多情，占有欲极强，对待感情非常的不专一。一旦有钱以后，就会在外面花天酒地，甚至还会在外面包养小三儿或者情妇，对妻子缺少关怀。3. 下巴尖削的男人。在面相学上来讲，下巴以圆润饱满为佳。如果一个男人下巴尖削无肉的话，这种男人大多比较的尖酸刻薄，为人比较的自私，对家庭缺乏责任感，没有上进心，贪图享乐，不善于打理和规划钱财，花钱也没有概念，所以无论他们有多少钱，最后都会被他们挥霍一空，有钱后容易变坏。4. 鼻梁凹陷的男人。鼻子对于男人来说有常夫妻宫，代表了自己的另一半。婚姻宫顾名思义，代表了一个人感情发展和婚姻发展的状况。如果一个男人鼻梁凹陷，从而导致夫妻宫的位置比较明显内凹的话，这种男人一般意志力比较的薄弱，自我控制力比较差，感情非常的不顺利。一旦有钱后，容易经不住诱惑，做出忘恩负义之事。5. 桃花眼的男人。桃花眼即眼睛睫毛较长，眼尾微微上翘，黑色的瞳仁喜欢往上面斜视，状若桃花，故称为桃花眼。拥有桃花眼的男人总是会给人一种似笑非笑的感觉，为人比较的乐观和阳光，非常的有亲和力，所以异性缘一般非常的好。但是这种男人性格游离不定，一旦有钱后更是难以克制自己的欲望，喜欢扎在女人堆里，婚后容易出轨。6. 夫妻宫凹陷。奸门也叫做夫妻宫，而太阳穴总是凹陷或者有恶纹，那么是不吉利的面相，它代表着一个人的感情跟夫妻运。一旦男人是这种面相，那么则说明这种男人没有什么自控力，外界的诱惑总是抵挡不住，喜欢贪财好色，属于纨绔子弟。一旦这种男人有钱了，就更加不会受到外面的诱惑了，更加不想顾及结发妻子的情面，做出对不起妻子的事情。7. 颧骨凹陷。颧骨在面相学中代表着一个男人的官路跟气势，一旦男人的颧骨往里凹陷或者凹陷过度，那么这种面相的男人性格太过刁钻，总喜欢鸡蛋里挑骨头，总认为自己妻子这儿做得不好，那儿也做得不好，如果找到了可以让自己发达的好机会，就会抛弃糟糠之妻，属于薄情寡义的面相，从来不会讲究什么情分。8. 鹰钩鼻。所谓的鹰钩鼻，就是指鼻梁微微弯曲向上翘，而鼻头有尖，看起来就像是老鹰的鼻子一样。而一般拥有这样面相的男人，多半心肠比较的狠毒，常常喜欢做坏事，而且城府比较的深，无论是婚姻还是朋友，都可以做成利益的交换。所以这样的男人有钱必定会立马就会抛弃妻子，没有人情味儿。2. 这5个生肖的男人有钱就变坏。1. 生肖蛇男。属蛇的男人外表冷漠沉着，不善言辞，不太喜欢用语言来表达自己，但实际上内心狂热，充满激情。自己没钱的时候十分低调，在家里面也是人微言轻，说什么人家都不太在意，也不会把他们的想法放在心上。他们自己也就像是狩猎人一样，时时刻刻都是处于备战状态，一触即发。属蛇的男人没钱的时候不喜欢去参加活动，
也不愿意跟朋友聚会。但是等到自己真正强大起来，有了钱以后，整个人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。原先不敢说的话，不敢做的事儿，一下子有了底气，甚至变得肆无忌惮，会去做一些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。他们有钱和没钱时可以说是判若两人，也是属于最容易变坏的类型。2. 生肖牛男。属牛的男人给人的印象一直就是他是稳重、成熟可靠，看起来比较的实在，但实际上却很精明能干。在自己没有什么钱的时候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，可是等到有钱了的时候，也就有了资本，内心变得狂热起来，不再墨守成规，也不再那么实实在在了。属牛的男人有钱没钱判若两人，没钱的时候所有的心思都在赚钱上，没有过多精力去想其他的，而有钱以后就开始慢慢变坏，不再低调谦虚，而是高调出席各种宴会，肆意请客送礼，接受人家的赞誉和夸奖。当有人阿谀奉承或者是自愿献媚时，他们整个人就开始飘起来，内心得到极大的满足，变坏只是时间问题。3. 生肖马男。属马的男人争强好胜，凡事都想要做到最好，不甘落于人后，没钱的时候倒是本分可靠，做事认真严谨，一丝不苟，在家里也没什么地位，家里的人也不会把他们的意见当回事儿，自己内心感觉压抑得很。等到自己赚到钱了，第一件事自然就是到处显摆张扬。属马的男人没钱的时候倒也还算是好男人一枚，事事以家为主，但是很多时候却不被家人认可，所以一旦有钱了，自己有了足够的资本和底气，就会变得肆意妄为，不把别人放在眼里，说话做事都没了分寸，在感情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。对于主动示好的女子，不拒绝也不答应，任由发展，从而影响了自己的感情生活。4. 生肖龙男。属龙的男人原本非常自信且有骄傲，但是在自己还没什么钱的时候，家里大小事务一应都由老婆做主，事事都由他们说了算，自己却是人微言轻，也不愿多去参与。可是等到自己有了钱之后，随着家庭地位的提升，便会用仰视的视角来对家人指手画脚，可是这时候他们的意见反而容易得到认可。属龙的男人没钱的时候，会主动跟身边人打成一片，超有亲和力，让人感觉很舒适。可等到自己有一天发达了，有钱了，便会把曾经交好的人抛之脑后，去结识更有钱或者更有实力的人，不再愿意与先前的伙伴来往。他们会自我膨胀，甚至感觉自己是高高在上，别人都得仰视自己。5. 生肖兔男。属兔的男人表面上看起来温文尔雅、谦卑有礼，但实际上目的性很强，无论做什么事情、接触什么人，都是带有目的的。他们没钱的时候倒也还算是居家好男人一枚，生活重心都在家人身上，可是一旦有钱了，整个人都飘起来了，即便是自己同甘共苦的结发妻子，可能也不太在乎了。属兔的男人一旦有钱了，脾气也会变得特别的大，动不动就冲家人发火，还常常在外面花天酒地，迷恋女色。回到家，如果老婆多问几句，还会不耐烦地反驳回去。他们没钱的时候倒还好，会耐着性子陪伴家人，可是一旦有钱就判若两人，时常找借口溜出去偷腥，或者跟一些酒肉朋友胡吃海喝。有些男人只能共苦，却不能同甘。女人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这种男人不能选择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秘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